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不长，原因是我这个礼拜本来已经录了一个视频，是讲 HSK4 第11课的词汇的，所以呢我就没有时间再录另外一个长视频。不过呢，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昨天看到的新闻，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玩电脑游戏的？那如果你喜欢玩游戏的话，就一定知道中国在8月20号的时候发布了一款新的游戏，叫黑神话：悟空。我本身呢对电脑游戏不感冒。因为我从小就被我爸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玩游戏呢是不务正业，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不感冒，这里的感冒呢可不是生病了的意思。对什么东西不感冒，意思就是对什么东西不喜欢、不感兴趣。那比如我说我对去海滩度假不感冒，意思呢就是说我对去海滩度假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去海滩度假。昨天呢，在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呢是叫一夜之间，美国人为这只猴子疯狂，苦读西游记，恶补中文，中国网友微笑围观。那因为我本身是教中文的，所以我看到外国人恶补中文这样的话题呢，就一定会点进去看一下。但其实呢，这篇文章是讲就是新发布的那个游戏的。那这个文章的标题呢，当中有几个词语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下的。比如说，美国人为这只猴子疯狂，为什么东西疯狂？意思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到疯狂的程度。然后还有一个词叫苦读，苦读呢就是刻苦读书的意思。美国人苦读哪本书呢？就是西游记。那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一定知道，西游记是中国4大名著之一。还有一个值得学习的词呢，就是恶补。恶补的意思就是在短时期内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补习你不知道的知识。外国人恶补中文，意思呢就是说外国人在短时期内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中文。那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学习中文呢？就是为了要玩这个游戏，为了要看懂这个游戏。所以呢，这篇文章的题目你就可以说成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人超级喜欢这只猴子，所以呢就开始刻苦的研读《西游记》这本书，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补习中文。那中国网友微笑围观，围观这个词呢，就是一群人围着观看。那在这里呢，就表示中国网友的一种态度，就是这里有点像看热闹的意思，就是想看一看在外国人那里会发生因为这只猴子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情。那这只猴子指的是哪一只呢？这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一只猴子，叫孙悟空。那说到孙悟空这个名字，我想说一下，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读成孙悟空，也就是中间那个悟字呢，我一直是读成第3声，而且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我遇见的人，他们都念孙悟空。但是这个读音其实是错的，因为中间那个字呢确实是第4声
雾。那你们可能有人听过，就是台湾歌手辛晓琪，她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领悟》，那悟就是孙悟空的悟，所以孙悟空呢，这只猴子就是这款很火的游戏当中的主角，所以呢，这款游戏的名字也叫悟空。听说很多老外因为想要玩这款游戏呢，集体请假。下面我就挑几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说，我同事刚告诉我他明天请假打游戏，他也想说服我这么干。这个人呢，他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些医院的照片，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然后还有一个人，他说，我新冠检测呈阳性，把结果发给老板之后，我就可以玩游戏了。这个人呢，他讲到，我老板今天早上崩溃了，10个初级安全员，4个请假，包括我。在这里 safety officer 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所以呢我就把它翻译成安全员，但也有可能我这个翻译不太准确。最后一个呢是老板和员工都请假了，他说我和老板都病了，猴子加油。测评网站 IGN 的编辑说呢，这款游戏当中呢，其实用了很多《西游记》的典故，但是呢，并没有解释悟空是谁，他在取经的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就是没有讲这个故事的背景。那外国网友呢？有一个外国网友他说，他不得不在网上去查找，猪八戒是谁，然后呢，去了解就是猪八戒和悟空的关系，以及他们遭遇的意义等等，不然的话呢，他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玩着玩着就懵了。但是对于中国玩家来说，理解这个游戏应该不会太难。像我们这一代，不能说每一个人都看过《西游记》这本书，但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看过《西游记》这部电视剧。以前放暑假的时候，每年放暑假的时候，电视台都会放这个《西游记》的电视剧。那西游记这个故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孙悟空和他的师傅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取经呢就是拿到一本非常重要的经书，然后和他们一起去的呢还有2个同伴，一个呢就是猪八戒，另一个是沙和尚。那在这些人当中，孙悟空是最厉害的，然后猪八戒和沙和尚呢就有一点傻傻的。那么他们在取经的道路上呢，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打败了非常多的妖怪，最后好不容易才拿到这本经书，好不容易才成功的。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几个关于这个游戏的视频，我发现这个游戏的画面做得真的很逼真，这让我想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中国动画，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也是跟这个游戏一样，就是它的画面做得非常非常的美。当时呢，我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动画呢，真的是不输国外的。我还很喜欢几部中国的动画，我想在这里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有一个叫《白蛇缘起》，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这几部动画的那个画面真的是超级美，而且超级有意境的，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顺便也可以练一下自己的中文听力。不管怎么样，看到中国制造的游戏在国外爆火，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虽然我自己对游戏并不感冒。好了，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吧。迫不及待，急迫的不能再等待，形容心情急切，不愿等待。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你们分享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新闻。他离开我以后，迫不及待地丢掉关于我的一切。灌输，比喻传播、输送思想、知识等。我从小就被我爸灌输这么一个观念：玩游戏不务正业。谁在你脑子里灌输了这种思想？不感冒，不感兴趣，不喜欢。我对电脑游戏一点儿都不感冒。我一向对流行的电子产品不感冒。恶补，在短时期内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补习不知道的知识。为了玩悟空这个游戏，很多美国人在恶补中文。平时不努力，考试前他只能恶补。崩溃，完全毁坏，彻底垮掉，经常用在人的精神状态上，表示情绪上难以承受的状态。老板崩溃了，因为将近一半的员工请假打游戏。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几乎崩溃了。懵了，表示头脑一下子糊涂了，不清楚状况，心里害怕的状态。因为不了解《西游记》这个故事，很多外国玩家玩着玩着就懵了。小李的演讲本来准备的好好的，但是他一上台就懵了。好不容易，表示非常不容易，花了很多力气才做成。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本书。好不容易回一次中国，我真想多待几天。热血沸腾，身上的血沸腾起来，比喻情绪高涨到极点。这部电影看得我热血沸腾。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升起在奥运的领奖台，运动员们都热血沸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